你单身多久了？那我认识你以来，你好像一直单。对，我何止是你认识我以来，我上一段正儿八经的恋爱，在大4呢。哦，那是有点久。就是相当于我整个20岁这个10年里边，就一段。确实有点久。那为啥？我要是知道为啥，我还会就是单着啊。反正我真的就一直觉得非常遗憾。那有啥遗憾的呀？20多岁的时候都没有再好好谈恋爱，谈太多也不好。受伤那多难受呀！受伤那多难受呀！那确实也是。我今年的愿望是可以谈个恋爱。但是我觉得你录完这个节目应该能有男朋友了吧？我之前也是录完这个节目，有的现在这个。他是因为看了节目喜欢你的吗？那不是，他以前就是我粉丝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个节目播出了，那所有人，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你想脱单了。这会对我脱单有帮助吗？等于你给自己开了个口子。你宣告大家，就是告诉大家你是单身，所有人就知道哦，雷汉是单身。那你为什么没有那什么呢？你想找什么样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大家可能就会来找你。话说回来，但还是不知道你想要个啥样的。哦，你像是那种红娘。哦，我可喜欢当红娘了。真的？那怎么不见你给我当红娘啊？你没有说出你的需求。我得说具体一点。我一直想，比如说拿一个A4纸，就是罗列出我希望这个人他大概是什么样的。又要做计划了。我现在就把纸拿出来行吗？啊，他真有一张，真有吗？你也太可爱了，美涵。我手机上有一个那个备忘录，就是我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，我已经写了几条，但是呢，那我希望对方身高180加，身高180加。哎呀，美涵，咱多高呀？那也要有一些要求啊。但是我的这个身高的要求是基于我比较喜欢高个子的男生，如果不是高个子的男生，我没有感觉。不，我觉得你爱是前提，然后那些都是次要的。是啊，但那你喜欢一个人的前提，肯定还是对他有一些感觉吧？那我通常还是比较容易对个子高的男生有感觉呢。不180他也不爱。忍不住了。你说是不是呢？这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？只是说写上，我来帮你写。这个不用写，这也不需要。姐，你列上它，列上它。笔呢？看啊我列了，目前不是很多而已，就是我希望对对方是有表达欲、分享欲的。这个条件，为什么露出这种表情啊？两个人在一起不都会有表达欲、分享欲吗？那不是啊，那就是不想在一起了，才会没有表达欲跟分享欲的。不是，我现在脑子里面在想谁对我有表达欲，我又对谁有分享欲了。好可爱。没有，那我觉得你可能还是没有遇到一个真正了解你的人。那肯定是啊。下一个呢？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人格的互相吸引。有点抽象。说这两条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会产生的东西。你在一块，你肯定得互相表达呀。我先说第三个吧，能够持续的发现生活中的小乐趣。那一般都会这样吧？我觉得你现在呀，是因为你正好是一个这些东西都对了，都卡对了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你觉得我的这个要求的列表，你觉得不可理喻？不是不可理喻，我觉得这两人在一起，他肯定是全部有这些东西。对呀，肯定因为有了才会在一起。我现在说的是，我希望这些条件
但你说的是他们不是条件，对，它不是条件呀。是必然。对呀，青子说的是对的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所有东西，两人都会有，但一旦两个人不好了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我在说前提，你在说结果，你能不能先从前提想一下？我的意思是，前提是看对眼的时候，全都是对的。他刚才说的那2条，他的标准您能理解吗？我都说了嘛，他这是没有真正恋爱的人才写出这样的东西，好扎心。所以就像我们出去，别人会认为他才是初中生、高中生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恋爱晚一点很正常。我说你现在就是小女孩，还不是小女人。小女人她是有味道的，就像蝴蝶或者花开，蝴蝶自会飞来。你还没有到那个有味道，所以蝴蝶还没飞来。我这么给他解释的。他能接受吗？听不听进去不知道。比方说，他说他要1.8米几的男生哈，那我一直就这样讲，我说追求我的都比你爸高，但是最后就选了一个最矮的。所以呢，他那条条框框的话呢，其实写吧也没说不可写，但是写了之后吧，我觉得会对自己找限制，对，有限制。你们俩会有清单吗？我会要求对方对身高没有要求，要求对方对身高没有要求。就还是不能比我高。你还要求上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觉得还是要我觉得好看吧，就是那种可爱系的嘛，你都喜欢可爱系的嘛？脸可以肉一点的。哦，我可能相对比较会喜欢的会比我成熟一点。但也不一定非要年纪比我大。就思想上。但是普遍可能都是碰到都年纪稍微大一点点，可能会成熟一点。你都姐姐喜欢吧？我觉得心理吉言，互相恭喜。是这样子的，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心动的对象，我极少对人心动。这心动这个东西，你可能时间长了，说不定就心动了吗？一眼不动，以后还能动。你看到第一眼就心动，那不就是荷尔蒙在作祟吗？那你要这么说，我确实也还是比较看感觉的。笑死！从我09年来了北京到现在，主动追我的人不超过4个。那这不有吗？16年里边的4个，平均4年1个。我跟你讲，我上一次心动，还是今年是24年，是22年。然后呢，就是也加上微信了，但是呢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跟这个男生聊天。我在吃饭之前，在我的印象笔记上面列了20个话题，然后我很努力地聊了1个星期，我实在是作罢了。哎，那要不有一些我在这11年中有一些困惑。你从你的角度帮我小小解答一下呢？就比方说哈，我中间也是稍微有过几次桃花的这个水花，但是每一次它的结局都很不好，而且非常相似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喜欢那个男生会跟另外一个女生好。是你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？还是都有是吗？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很多次。人家都说吃一堑长一智，我总是在同一类的问题里边又出现，我真的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是我当时有一个还蛮喜欢的男生，在一起1个月之后呢，有天他说要分手，我就说哦，然后后面过了2个月之后，我从别的朋友那儿听说，他跟我之前给他介绍的一个女生好了。你介绍的？我当时觉得2个人坐在一起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就把我的那个朋友介绍给他的兄弟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是。可以4个人。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害怕尴尬的人，我只要尴尬就会说话。
而且越尴尬我话越多。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是你的问题，可能就是那个男人有问题呢。那你总结来说就是我眼光有问题喽，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了3、4次，那些男的都有问题，那还不是都是我看上的？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眼光有问题。我承认，因为我是个很不会看人的人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确定你是没有真正的发出过信号。哎，咱就根据信号这个，我就想问了，因为我一直不明白啥是信号啊，咋发呀？你来，你给我讲个讲座，你触角。能不能把这个信号就给我讲清楚了？我现在根据你的情况，我总结一点：不说话。不说话就是发信号了吗？就是比如说4个人，引起他注意的，一定是不跟他交流、不跟他说话那个人。一句话都不能说吗？也不是别人问我，就是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就，是这样吗？还是就是给一个那种蒙娜丽莎的微笑？对，对，就这种感觉。美女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理解你意思了，就是让我改变一下我面对别人的时候的状态。但是它还不是发射信号。如果不发这个信号，人家可能微信都不想加我的呢。那临走前加一个呗。我主动加，这就是我发射的信号吗？然后不就有朋友圈了吗？我给他点赞，这也不合适吧？太主动了吧？发自己美照。比如说你发一张海边图，你看看我朋友圈，我叫你发了，我已经在努力了。你现在进行什么隐秘的操作？我就看你朋友圈了吗？这张照片很美好，可是你的文案有问题，发得太直白了。整整5天没出门，然后什么？除了倒垃圾。笑死了。